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我是老梁。最近的房地产市场弄得让人有点心神不定，尤其是那些手里拿着钱准备买房子的人，是不是该现在买房子呢？可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像限购之类的，一再强调这是不能放松的。这不，这两天投资者报道了一个消息，说据发改委内部人士透露，在稳增长的政策背景之下呢，万一投资要不好使了，可能就会给房地产市场这块开个口子。那么很多人觉得房价看来这回真要涨了。可是没过2天，发改委的人站出来辟谣了，说这则消息报道纯属捏造。发改委的人站出来辟谣，我们要分析这个假新闻它的来源和动机是什么。假新闻无外乎有2种，第一种呢，我们说它是纯粹捕风捉影，可是捕风捉影它是为了什么？吸引眼球。所以我们说这个风和影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一个咱们要研究。第二个，不排除一种可能，希望房地产市场回暖，那么这个就更加值得我们警惕了。那么这些咱别的先不说，咱们从实实在在的最近5、6月份的房地产市场动向了，我们就能看出来，刚才这则消息的报道确确实实有那么点风，有那么点影。5月份的交易量总体的评价呢，还是叫供销两旺的这么一个，是在调控1年多之后，我觉得是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么一个交易量的这么一个小高峰。以前我们的实际待看量每天也就是1组到2组，通过这个5月份以后，你可以看到5月份每天很多这个出行率，然后全都是待看这些情况。国家统计局18日上午公布了5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70个大中城市同比下降的城市有55个，比4月份增加了9个，温州、杭州分列前2位。其中作为楼市风向标的1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同比降幅更是创下自限购以来的新纪录。进入到6月份，随着央行降息等一系列措施的出台，部分楼市成交量开始明显的回暖。以杭州为例，多个新开楼盘的成交率高达80%以上，甚至再次出现了开盘前彻夜排队的现象。你比方说北京有一个楼盘，最近刚开盘又开始玩起了午盘惜售。什么叫午盘惜售呢？这一般都是房地产市场非常好的时候这么干。我就把这事给大伙说说吧，你听听，你买房子时候碰着个这事特别有意思。某一套这个小区现在要开盘了，开盘了呢，有不少人到沙盘那看这个位置好，这个位置好，好的房源大概有那么30套左右。比方说朝阳价格也比较合理你这时候就瞄上了，一开盘我就买这个。接着就是开始发号，结果你发现到自己手里号，你想发到头30个号很难。等到开盘那天说上午9点可以进去买去，那恨不得前半夜就有人搬个小板凳坐着排队等着。结果到这个早晨的时候说开盘了，呼呼啦啦进去有20-30人，然后关上了，等着下一波。你就听里边那大喇叭，恭喜023号业主买了7单元1号303室，恭喜25号业主买了什么什么。你听这声，外面那着急，哎呦，挑那就是我看着那套，哎呦，他把我看着他着急了。是不是里边真卖了呢？假的，里头一帮拿着号的人坐着，连动都不动，就等着那个开盘的小姐在那喊着话，干嘛？这是托，他根本就没卖出去。可是你在外面听这着急，坏了，我喜欢的套房子没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门一开，快上来再进来。这些人一进来疯抢为啥呀？最好的楼房人买走了，剩这些好的地方我再不买不完了吗？更让别人抢去了。他刺激了等着买房的人，结果出现挑房跟挑白菜似的，噼里啪啦。开发商为什么这么干呢？他有明显好处，先把位置朝向各方面不好的楼先卖出，他前面的20-30套他当托，卖的时候拿它晃，你看我有好方向，你来挑来吧。到现场一刺激，你把次的买走。那说他这不卖，他有什么好处呢？人为的制造紧张空气，好像大伙都抢着，再不买更没了。再一个，这个朝向好的，各方面条件好的这种房子，他下次再卖，随时他能卖出去，甚至等价高了之后，他再卖更高的价。
所以这个是房地产上经常玩的花招，叫捂盘惜售。记者电话咨询北京一个在售楼盘时，被告知小户型全部售罄。那我要是想买那个2居的那个小户型，那个是多少钱啊？就是那个86平米南北通透。2居的话1层的可以吗？115平的，其他的都卖完了。根据该楼盘公布的资料显示，这里超过70%的房源是1居2居的小户型，已被附近的房屋中介一语道破天机。小户型它有可能是那个现在有些房子啊，那因为分比较低嘛，开发商捂着不想卖。那么最近这种现象又出现了，说明什么问题呢？咱这么说吧，最近种种事情摞在一块儿，容易给房地产商和购房者带来一个信号，这房价就要涨回来了。为什么呢？咱们先看银行。中国人民银行7号晚间决定，自6月8号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1年期的存款基准利率是下调了0.25个百分点，1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是下调了0.25个百分点。而且央行提出来，这个贷款利率啊，不能低于基准利率的0.7倍。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你各个银行给首套房贷款呢，我买第一套房我要贷款，可以打7折。一般的各个银行原先都8、5折、9折、95折，说最低可以打7折。哦，你看首套房贷款能打7折了，这不是对市场信息极大提振吗？所以很多人从银行这儿找根据，这可能要回暖了。记者从国有商业银行处了解到，建行和农行已明确给出首套客户的贷款优惠最大幅度为基准利率的85折，之前人们普遍猜测的8折和7折优惠并没有出现。6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言人就央行特级文件调整利率及其涉及房贷利率一事进行澄清。个别媒体称，央行特级文件规定首套房贷利率最低可7折，是有意曲解央行政策意图。对于这一个个人住房贷款这一个它的这个下浮0.7倍的这一个说明，就是说它只是维持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区间的一个限定，而不是说现在可以7折优惠。前2天人民日报有一则评论，就是说不要对着房地产市场松绑抱幻想，是不会松绑的。而且最近国家各个部委包括国务院出台的所有跟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有关的，一律都是加强限购，不得松绑。可是你再看全国大概有20-30个大城市，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刺激房地产市场，要么是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要么是税费上给你优惠，要么是买房子有补贴，要么是买房子户口什么各方面有其他的政策。反正全国大概20多个城市里边都对房地产这方面的调控政策做了微调。5月初，扬州市政府出台政策，对个人新购买的成品住房，按照实际房屋购买面积给予合同价款最多6%的政府奖励，通过购房有奖来刺激消费增长。而扬州的做法究竟是执行国家政策，还是变相给房地产调控松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对房地产调控松绑的试探已经屡见不鲜。佛山放松限购条件的政策仅仅施行了1天便被叫停，芜湖购房补贴政策出台不到3天便宣布暂缓执行。大家刚才看这个各个地方的招，当然中央政府无一例外的都叫停了，因为只要触及到限购的底线，那一定会叫停的。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很多朋友就疑惑了，我们现在看着房地产市场到底能不能涨啊？我们是不是该买房子了？这5、6月份一看这情况都红5月了，我们有点熬不住了。说白了，有刚性需求非买房子不可的人就琢磨了，我这时候该不该出手？可是有不少人又琢磨，我现在要不买，我可能接着涨价了。所以今天咱这期节目就要解决一个问题，现在买房子是不是时候？房地产市场将来走向到底是这样？一路走高的房价，连番出台的调控，房价会跌吗？咱们要说清这事儿，咱首先得分析分析当前的大的政策背景。最近呢，中央提出来稳增长，为什么提出稳增长呢？
因为最近中国经济的下滑趋势挺明显，如果不去提振的话，经济要一点点下滑的话就很困难了。那么怎么样能够把中国经济的增长保证呢？我们都知道经济想增长有三驾马车，有消费，有出口，有投资。这三驾马车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现在什么情况。你说消费，老百姓花钱消费他是有数的，你再怎么补贴这个那的，我得符合我的条件。那花钱心里有顾忌，不敢随便花，这得场病，想出去上学，这都需要钱。所以这个消费方面你要提振的，它有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不可能马上见效，甚至有的时候大家不敢花钱，消费就增长不了。也就是说消费最起码是远水进不了近渴。你再说出口，现在看欧盟世界范围之内金融危机那个影响还没过去呢，现在咱们拿不到像以前那么多订单了，所以出口拉动经济现在暂时又实现不了。三驾马车因为有两驾动不了，就剩一驾什么呢？投资。所以最近咱们知道国家发改委一下子放了很多项目，大量的投资，国家这钱投回去了，希望通过投资来拉振经济。投到什么上了呢？近日发改委核准首钢广东湛江和广西防城港等一批重大钢铁建设项目，上述项目相加总投资额将在1000亿元以上。也就是说就剩下投资这条道了，来提振经济了。可是我们说投资这个发改委说不可能给房地产市场开个口子，就说无论如何最近中央对宏观调控这块是捏死了的，不得让你随便起来。再另外一点咱们得看，为什么咱们这个房地产调控的政策面临着很大的争议和冲击呢？除了我们说增长带来的压力以外，还有很重要一点，我们看这个房子价是怎么涨起来。很多人说那都刚性需求啊，这个有的人投资想在这上炒房。在这个原因以外，有一个核心原因，房价高的原因是两个，一个是需求太大，第二个是供给不足。需求太大的原因是票子发多了啊，政府得把票子控制住啊，不然到处都是钱，那这钱它要实现呢。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我一说你就明白。假如说现在，比方这台摄像机值1万块钱，花1万把这摄像机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呢，由于多印钱，这价格就涨了，再把这摄像机卖出去的时候，那可不是1万块钱了，那可能1万2、1万3、1万4。所以就是每一次增发货币引起的相对温和的通货膨胀，还能使经济总量提升，振兴经济。从世界范围看，1970年的时候，货币的整个收获额度380亿美金，现在是多少？9万亿，涨了200倍。但是1970年到现在，总共这不到44年时间吧，真正的世界经济总量增长多少呢？也就是5倍。可是问题是增发货币过量了，完了，老百姓手里捏的钱多了，机构手里拿的钱多了，这个钱呢，他可不会老实在这待着，因为你通货膨胀时期，银行和利率都会下降，咱得把这钱花出去，所以这钱就跟猛虎一样，它放出来要吃东西的。那搁到哪儿呢？哎，房地产市场和股市有的时候就是把这些多余钱吸纳过来的海绵，把这水给你吸过来。假如说这钱就像水一样，房地产就是海绵，把水吸过来。所以很多人一方面呢是把它当做被动保值的一种手段，买了房子搁手捂着，有的人拿着来回炒。不管怎么说，把多余的钱呢一下子吸到房地产市场，还不至于造成多大的危害。但是房地产市场这种投资有个问题，容易使更多游资进到热钱领域，进到房地产市场，造成实体经济投资率不够。所以政府第一点调控楼市为的啥？为的这个，你太多热钱过这儿了，没人到实体经济投资了，那经济怎么发展？但是这个时候调控房地产的问题出现了，然后它是为了避免实体经济受损。但是你这个海绵把这水吸过来，我们现在调控的限动就是逼的房地产市场呢把这泡沫把这水再挤出来。可是挤出来的可不是泡沫随风飘散了，挤出来是钱呐。这个钱不进到房地产市场，是得进到别的场。那钱去哪儿了呢？有收藏品市场，有股市。这股市不行，收藏品市场水太深，去哪儿了？2009年末年实行调控，大家会发现食品价格瞬间往上涨。那食品价格飞涨，往往是中间炒作环节得利了，相应的原材料价格不都跟着涨吗？所以
单纯的调控房地产市场，你只是让这个市场相对理性了，把这水分挤出来，可这水它肯定还得倒，所以它会危及其他行业。所以对于调控这个，就看我们其他行业出现的危机产生的危害有没有可能超越房地产市场危机的危害。所以你现在看房地产价格这种平稳，我认为是一种利好现象。所以咱们实事求是的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句实话，掏心窝的话，现在买房子是不是时候呢？我个人认为，这个通过这一两年的严厉的调控，有些楼盘恐怕价格已经离底不远了。所以我认为，如是你刚需结婚用房的，还是不如早点出手。如果要是你的婚期不能再拖，其实我感觉目前的情况下，临近地铁150万的房子，你是可以开始考虑了。但假如说你投资，这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因为中国的一线城市跟二三线城市还不一样。你现在假如为了投资，如果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你投资现在就可以出手，可以买。可是呢，二三线城市的价格，你像现在沈阳啊，什么哈尔滨呢，我一看6、7千块钱、7、8千块钱，我们这个房价并不算太高，还基本上算是合理的。但是咱们有不少的朋友跟着起哄，那没办法。有的20多岁孩子，哎呀，我要买100多平米大房子，北京这房子我买不起了。你看看哪辈人20多岁就拥有100多平米大房子？你20多岁人，你跟着起什么哄啊？你有什么条件拥有这样的房子？有人说，那我身边朋友都有，那是他爹他妈给买的，那不是他自个儿的钱。因为你要是按他20多岁来讲，按照现在的房价，你如果要让他去买房，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困难。好像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老人愿意这样。80后的这个爱情注定要死在房子上。没房能结婚吗？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不能。反正如果要是我的话，我不会同意的。如果是租房的话，还是先不考虑结婚了。他得先奔着有房再结婚呀，那没房住哪儿啊？那我是一女孩，我一般的没房了，我绝对不嫁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传统观念里的有爱才有家背后缀了一句话，叫有房才有家。买房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面对飞涨的房价，80后显得很无奈。小杨是一家报社的项目经理，月收入1万块钱以上，在北京绝对算得上白领，工作令人羡慕。今年小杨准备和女朋友5月份结婚，为了给爱找一个归属，于是他们决定在北京买房，但是价值140万的新房却让他倍感压力。其实在北京说实话买到这套房子很难，一般的钱凑不上，说实话。然后后来是家里就是跟我商量，也是就是说你也别自己硬撑，需要帮忙就帮忙。家里的话说实话也是差不多价格的时候掏空了这个。另外还有一点，有的你看文章写的北京的房子、上海的房子，某某地方的人不吃不喝得攒1000年才够买，你听着挺邪乎的，其实是那回事？不是，不吃不喝你是按现在的水平，你的工资收入还会往上涨的将来。再说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些产品属于奢侈品行当你买不了的，而且这个社会要想解决弱势群体的房子问题，靠什么呢？不是靠商品房那得政府靠保障性住房保障性住房上市了，好了，一般人住房解决了，那商品房价高吧，你有钱你愿意买啥买啥。所以我们说现在解决房地产这问题的核心是加快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增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当中的这种透明度，加强它这种公平性。这个问题解决了，房地产市场的根本问题才解决了。所以今天我们做这期节目，就是从一个长远的经济循环角度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稳增长的大背景之下，房地产市场的未来是看好的。中央政府出于民生考虑，现在把房地产摁得住，所以现在你绝不要指望房地产这价格咵嚓会一降好几千，不可能的。而且真要降好几千的话，那可能经济崩溃了，你也可能更买不起房子。所以为了自住，你自己买刚性需求，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沈阳、哈尔滨还是武汉这样的1、2、3线城市，你要自住买房现在可以出手了。
但是你要投资的话，一线城市可以考虑，二三线城市你还是稳一稳为好。国家旅游局、人社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导游劳动权益保障的指导意见。在指导意见当中呢，明确支持并且要求推广导游薪酬制。这里边呢有一句话叫探索建立基于游客自愿支付之上的对导游优质服务的奖励机制。我这么说您可能觉得拗口，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导游可以收小费。说到这儿，可能有的观众朋友就糊涂了，说我记得老梁观世界以前讲过，2013年呢，咱们国家出台的第一部旅游法，第一部旅游法里明确规定，是导游不能索要小费的，因为这个小费呢，服务费呢，其实包括在团费里面了。这怎么又要求这刚过了2年，这导游收小费就合法了？那么好，这里就有一个新的问题，如果导游收小费是合法的话，那么你作为游客，你愿不愿意给中国的导游小费呢？这也难怪啊，一些观众朋友感到糊涂，因为在我们国家是没有小费文化的。就对于在中国旅游的游客，老外来可能给导游小费，但是咱中国人一般没有这个习惯，因为我们也没有这小费文化，而且我们以往的规定啊，是明确禁止导游收小费的。你看，在旅游法颁布之前呢，有一个导游工作管理条例，里边就规定了导游不得以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方法要求游客给他小费，这是被禁止的。那么2013年4月份推出的呢最新版的这个也是第一版的旅游法里边也规定了，就说我们每一个旅游团呢、旅行社呢是向游客收了服务费的，这个服务费包括在团费里面。那么如果导游再要小费呢，这就是重复收费，是不准许向游客要小费的。也就是说，以往我们的法律法规呢是导游禁止向游客要小费。可是我们就发现呢，不光这个指导意见里边支持了导游说可以收小费，去年河南人大呢是向社会征求意见，有关也是导游工作方面的管理，其中呢就有这么一条呢，就是如果游客自愿支付，那么导游可以收。当时就引起很大争议，就是不是导游小费的合法化。2014年8月，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网站公布河南省旅游条例修订草案，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中的第38条明确规定，导游、领队及其他旅游从业人员不得向旅游者索取小费，但旅游者自愿给予小费的可以接受。修订草案一经公布，立刻引发了一场关于导游小费是否应该合法化的争论。此次3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导游劳动权益保障的指导意见，更是在国家层面对于导游能不能收小费给出了新的注解。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各地的旅行社今后可以根据该指导意见制定相关的小费制度，并列入旅游合同当中，鼓励游客在获得优质服务后自愿向导游支付小费作为奖励。其实你把这些法律法规搁在一块儿，你会发现它并不矛盾。就是原来我们的这个法律法规规定，导游不能向游客要小费，但可没说人家游客自愿给，导游不能收，没有这个字样。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呢，把这个指导意见呢和这个作为上位法的旅游法结合起看呢，其实就这个意思，就是导游不能主动向游客要小费，但是游客愿意给，导游可以收。我刚才举这例子，你马上就能明白，就是说，在没有法律条文特别清晰细化的前提下，你不好界定是游客愿不愿意。如果说游客给小费，导游就可以合法的收的话，那么这个游客是自愿的吗？还是被自愿的呢？还是被逼无奈呢？为什么说国家这3个部委呢联合出台这么个指导意见，说要支持导游合法的收小费呢？其实这里边有个前提，就说我们现在导游啊本身的待遇太差了。你看咱们以前做过那些节目，云南一个导游上车这骂这个乘客，你们一个个啊不买东西。咱们这张旅游车是给有德行、有道德、有良心的人做的。
你如果没有德行、没有良心、没有道德，不配坐在我的旅游车上。如果你旅行社到场的时候告诉你你不用买东西，那你去找旅行社，干嘛要跟着我吃喝玩乐几天？是不是？这是今年5·1期间游客通过微信曝光的一段视频，因为在云南旅游时购物少而遭到女导游大骂，并威胁取消旅游行程。你给我3-4个人买个1000多块出来，你干嘛来了？你打发叫花子吗？如果你抱着这个心态，对不起，今天晚上烦恼取消。后来这报道持续的往下走，大家发现导游也确实有这个难言的苦衷。为啥？他本身没待遇，旅行社也不给他钱，他只能通过游客购物拿点返点，拿点回扣。问题是这个毛病在哪儿呢？是旅行社雇佣导游的时候，压根儿有的不签合同，有的签了合同也不给他劳动基础的保障。这样导游被逼没办法，我也得生存呢。那羊毛出羊身上，就像游客宰这一刀吧。目前，国内导游人员的用工方式主要包括2种类型，一种是旅行社正式聘用的专职导游，工资由底薪和服务费2部分构成，通常底薪大概只有几百元；而另一种则是挂靠在导服中心的兼职导游，没有底薪，只有导服费。一个导游1天的导服费一般是200元左右，而少数付团费出游的旅行团，导游基本上没有导服费这项收入，有的导游甚至还需向旅行社支付一定的人头费来弥补团费的不足，然后再通过鼓励游客购物或参加自费项目，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分成。这种零薪甚至负薪的导游，目前在各地导游从业人员中都占据了一定的比例。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国家出台这样的条文是干嘛呢？是想让这个导游啊有合法的这种收益，这样就避免出现呢总带这个游客去购物啊，用宰一刀啊，种种不文明现象、违法现象。我倒觉得这个板子应该打到谁身上？是旅行社没有按照国家规定跟导游签订劳动合同，即使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按照国家的规定的支付给导游的报酬，或者少支付报酬，这才造成了导游这行业收入少。那你现在如果支持合法的收小费的话，很多朋友有意见，有的人觉得如果要是可以合法收小费的话，那不等于我们这就穷苦呆宰吗？都很有可能旅行社又制造这样那样的借口，就可以从我们这收小费，然后旅行社再有提成，有可能我们权益又进一步受到侵害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出台这样的一个条文呢，有很多人存在着很大的意见，有争议。当然有的人说了，那你看国外人都收小费，那咱们出国旅游也都知道，有时候导游就告诉你，这个你到哪儿都得给小费，不光是导游啊，甚至出租司机啊，餐厅的服务员呢，这个酒店里边给你拿行李的人呢，你到外国你都得给小费，尤其欧美国家，因为确实这个小费文化呢，你像日本没有小费，日本你要给他小费，他觉得你侮辱他。中国是压根没有小费文化，你像在这个韩国呀、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呀，小费基本上免，也不收。英国呢是可给可不给，但是欧洲大陆和美国小费几乎必须给。你要不给人家小费，反而是涉及对人家服务上的一种侮辱。人家只要给你提供服务了，你就给，应该给。而中国现在这种规定呢，只有提供优质服务才给小费，好像是呢局部的跟国际接轨了。就你给他小费，他给你提供优质服务，这不是良性循环吗？很好吗？我们这个问题要想搞清楚，咱们必须得认识到，小费在中国和国外意味着不同的文化。那么这个小费是怎么来的？咱们给大伙系统的说一下，就我们中国人认知的小费和欧美人认知的小费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小费文化最早兴起在18世纪的伦敦，当时呢伦敦餐馆呢由于吃饭的人多，餐馆的服务员少，所以有的时候呢上菜啊还是给你收拾碗筷什么都慢，所以这时候桌上呢搁一个碗，碗上那个边上呢有个纸条写着保证快速服务，就说你这个要往碗里搁点小费，那么你可能上菜就优先。这就跟市场竞争似的，出价高的人先得，这个意思。从那以后这小费习惯开始普及开来。
现在的欧洲大陆和美国，那几乎是你只要人家给你服务，你就要给小费，就它形成了一种习惯。这个习惯是基于什么基础上的呢？小费是服务业工作人员工资的一部分，它和我们国家不一样。我们国家是小费是什么呢？是工资以外的，就等于赏钱。但是人家欧美这个国家呢，小费是工资其中的一部分。他的服务行业人的主要收入是小费。大家记不记得，就你看《中国合伙人》的电影里边，邓超演那个孟小俊到美国去，当时没工作的谋生啊，到这个餐馆里边就打工，就给人当服务生。OK， 他的主要收入就是给的小费。如果这老板娘瞧不起他，把小费拿走了，他甚至都得睡马路去，没吃没喝。就是这个小费，在欧美的服务行业人员当中是工资收入的一部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理念呢？他的概念是西方国家呀，强调个人个性的这种独立。你比方说，我给你提供了服务了，那么我不是基于人情基础上给你提供服务，我这服务就是赚钱的，你应该给我钱。当然，这不算是大众化的服务，就只要我单独给你服务了，比方说我给你把行李弄到房间了，我过来让你点菜，给你往下寄了，只要单独向你提供专门服务，你就应该给我小费。他不像中国似的，好像这人情啊，你看我怎么着，或者中国是把餐馆服务员呢当做整个餐馆服务系统的一部分，你不能独立出来。哎，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欧美不一样，欧美它是把这种服务呢当做一种独立在人情和整体之外的一个项目。那么接受服务的人呢，也是西方人很怕欠人情啊，你给我服务了，我就应该给你报酬。就不是说你提供优质服务，你只要给我提供了服务，只要是合格的，不是劣质服务，我就应该给你报酬，我不欠你人情。你给我提供服务，我没有能给你钱，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难道支付不起吗？我凭什么欠你的人情呢？那么同样，对方给你单独服务了，你要不拿钱，对人家也是种侮辱。我付出劳动了，你凭什么不给我钱？所以这是西方文化当中啊，基于个人独立性以及去人情化的这种方式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小费文化。你看，我举个例子，你可能明白。这个俄国有个大文豪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那个。托尔斯泰有一次到火车站呢，去这个搞这民间调查。这时候呢，有一种火车呢，就说已经第一声响开始了，再有大概2-3分钟就要开了。突然间，车窗里头有个女士把这窗子拉开，对托尔斯泰说：“帮我个忙呗，我包落到这候车室了，我来不及了，你去给我拿过来。”他为什么对托尔斯泰说这话？托尔斯泰呢打扮呢，就像一个火车站的搬运工似的，穿的很普通，在家胡子拉碴的。而托尔斯泰呢，大踏步就跑回到候车室，找到那女士说那位置上一个皮包，拿回来给这女士。这女士马上给他1枚硬币，几卢布的，当做小费。这个时候，他女士旁边坐着一个人，说：“你怎么能让他给你干活，还给他小费？”说：“你知道这谁吗？大文豪托尔斯泰。”这女的当时就愣了，哎呀，你把那硬币给我吧，对不起，我可不敢用你，我太谢谢你，我怎么敢给你小费呢？托尔斯泰就乐了，凭什么就不能呢？你有事情你办不了，我替你办了，我为你提供服务了，你当然应该给我小费了。托尔斯泰把这硬币揣兜里，转身就走了。你看，要在中国看，说这么有身份有钱的人，我就帮你办事，我要你钱，我比你有钱多了。这种身份上的炫耀和优越感。但是欧美人不是这样，我给你提供服务了，我收你小费是应当的。所以这是他们一种态度，人家没有把这个就当做一种人情，这是应该的，你该怎么着我怎么着。所以西方的小费文化呢，就是一种对等的服务。而且这个服务人员收这小费呢，是他工资中的一部分。在中国这小费可不是，是工资以外偏得的。你看过去有那么个真事儿吗？鲁迅先生到这个理发店去理发去，结果这个理发师一看呢，鲁迅呢穿着长衫，显得挺寒酸，不像有钱人，嘁哩咔嚓马马虎虎给他理完了，理的也不好看。结果鲁迅呢给了他4-5倍以上的理发费，往那一放。
结果这理发师，哎呦，这是个大财主，你说我把他蛋卖了，这你怎么可以呢？又过了1个多月，鲁迅又来理发了。哎呦，这理发师这可以，知道是大财主，又端茶倒水啊，又刮脸呐、剃胡等等等等，慢慢的使唤陪鲁迅先生聊天，然后给捶背啊。结果走时候，鲁迅1分都没多给，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当时这理发师纳闷呢，说先生不对呀，上回我那么糊弄你，你给我4、5倍钱，这回我这么认真，怎么该多少是多少？鲁迅说对不起，你上次马马虎虎，这回挺认真。好，我给钱也是，你马虎我就马虎给钱，你认真我就认真给钱。欧美人给小费理所应当，我该给你。但中国人给小费就觉得，那你得弄得好，我格外给你，或者什么，或者基于人情。所以我去欧洲去美国，我就发现呢，这给小费啊，真是一种文化，不给不行。你像去欧洲去美国之前，很多人都说老梁你这个得破点零钱，你比方说几欧元的，1欧元、2欧元、5欧元的，到美国1美元、2美元、5美元的，反正你搁手里费的。人家到酒店，你服务生就把你行李给弄到楼上，当然你不用他，你就不用给小费。他给你弄到房间来，呀，谢谢，你跟他握下手，顺手呢把这1、2美元的小费给他。在餐厅也是啊，经常是，比方说你要给他整的不找零了，这零呢就是给他的小费。那对于欧美人来讲呢，人家对小费也不是说多么的就是在乎，你给就行。有的时候呢，给这个几毛钱和给这个几块钱，对于他们来说一样，都是脸上阳光灿烂。OK， 谢谢 ，Thank you， 都这样。为什么我说它可以列到工资一部分呢？因为在欧美收小费往往都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有标准的，一般是你该付费的10%左右作为小费。你像我前一阵去欧洲，就是人家告诉我说，现在你以前的标准不行了，现在这也通货膨胀了，有时候给小费也要给5欧元的了。但是我发现呢，欧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游客过去给不给小费他也不在乎，为什么呢？他知道中国没有这小费文化。你像美国的餐厅就有这样一个，最后把账单拿上来呢，多少钱，然后后边有一个就是服务的费用，就是小费，你在上面填，说我觉得这个给我服务不错，那我给5美元吧，你就写5美元。说服务的非常好，给10美元。然后他把这个跟前面那个账单结合到一块儿，比方说你最后总共付了110美金，那最后交完钱之后呢，这个服务生到这个吧台那边去，从这个老板手里拿走他该得这个10美元小费，你给他的，这列入到公司的一部分的。他很多时候这个服务人员底薪是非常非常低的，他往往小费是他最主要收入，这一点欧美国家的人，包括服务行业人是高度认可这个的。你看我前不久去欧洲，我说在欧洲大陆上发生的最有意思给小费的一幕就发生在我身上。什么事呢？我到法兰克福，说实在的，欧洲这种大餐我吃不习惯，还是愿意吃这个中国菜。一看导游给我介绍说法兰克福有一家很有名的东北菜，我一听东北菜眼睛放光啊，这老家的菜爱吃。到那儿去呢，一问呢，老板是锦州人，服务员呢有个40多岁的大姐，快50了，哈尔滨人，我的同乡。人给我介绍这菜那菜什么的，我带我们2个人吃了大概30几欧元，还挺便宜，人民币也就200块钱吧，挺好吃。我就掏出10欧元放桌上了，我说大姐给你的小费。结果非常滑稽的一幕出现了，别梁老师不能要不能，我说你拿，不你拿。咱们东北人都知道，中国人也都知道，这叫撕撕巴巴的。像咱们过年到谁家给孩子扔点钱，家长对，你看这不给孩子，你别推来推去，最后还是收了。就是这种推来推去，把这当成人情，没有当成天经地义的事儿。这只有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能出这个事儿。我吃饭的时候，旁边有不少德国人也在这吃饭，法兰克福嘛，这老外纷纷放下手里餐具看我们，觉得我们这给小费的过程非常滑稽。你不能梁老师拿，不给。所以小费文化在中国为什么很难推行呢？就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说导游再收小费，你心里就别扭。你本来咱出去旅游是吧，能省就省点，而且我之前给你团费了，这团费里包括服务费了，你怎么还向我收呢？就这是我们没必要给啊，就没有义务规定我们非要给小费，凭什么我要给你呢？
咱们得丁是丁，卯是卯啊。所以你现在在中国要推行小费文化，推行不开。再者说，咱们也知道，收你团费时候包括服务费了。就像咱们现在有的大酒店跟西方靠拢，你吃顿饭之后再得收10%到15%的服务费。那这个费用都收了，你要再给服务员小费，你不成冤大头了吗？现在眼下中国旅游界呢，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首先一个服务质量，就说你能不能达到基本的服务质量，你合同里写的能不能达到？现在旅行社很多时候糊弄消费者，宰消费者，你服务质量都没有达到。首先应该整顿这个。第二个就是大力提倡的导游薪酬制，你得给导游工资啊，你得给他一定的这个劳动报酬啊，省着他在游客身上打主意嘛。探索适合于导游这样一种职业的薪酬，基本工资加上我出团的补贴，加上旅行社对你的奖励，再加上游客对你的奖励，我想这也许就是将来导游他的一种比较特殊的薪酬机制。这两方面抓严实了，那么人家导游给游客提供优质服务，游客自愿给，那导游可以收，这时候是合法的。旅客投诉天天都有的，你现在就要推这个导游这个小费制，而且这样容易出现什么呢？反而使服务下降了，劣币驱逐良币了。为啥？原来的优质服务下降成基本服务，基本服务下降成低档服务。为啥？你看，说可以给小费了，你没给，导游来气，我要你不给，服务我也不给你提供了。原来本来挺好服务，那对对付付就得了。你像我们说明示暗示这个东西，你很难是有区分。你比方说，你这行李弄下来了，这导游想向你要小费，人不用说别的，帮你抬行李，哎呀，这么沉呢，我这胳膊都要累折了，你好意思吗？你能说他这是明示和暗示？那导游说，你看我确实胳膊都要累折，我也没说别的，你怎么区分这是不是暗示？再有，头一天啊，你这个带老人出去旅游去，这老人身体不好，导游过来搀扶啊干什么的，这导游觉得我这是优质服务了，你没给小费。第二天你这老人往前走都甚至卡跟头呢，你这导游不过来了，为啥？你头一天你没给我小费，我不提供这服务了。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你说这导游是明示和暗示，你这时候给还是不给？所以我说我们现在要紧的是要规范旅游服务，规范导游薪酬制，写进合同的你必须给我做到。在这个基础上，你可做可不做的你做到了，游客自愿支付小费，你合法的收，这是合理的。等你把你的服务行业的基本功练好了，我想消费者给小费，给多少小费，它不光是自愿的，也会变得非常的自然。导游收小费可以收，必须得是游客完全自愿，而且是一定提供了优质服务。这个优质服务是在基本服务都完成的基础之上提供的。所以先抓旅游服务，再抓导游薪酬，双管齐下抓好了，咱们再推广导游小费制。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